我今天来寿司郎挑战的就是，我每拿一盘寿司，我就要用这一台 iPad mini 画完之后，我才能够去吃它。剩下最后一道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打马赛克，不然寿司郎会告我。哇，很生猛的味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糯米。今天可以看得到我们来到寿司郎，那不是因为我们接到寿司郎业配，只是我今天想要来一个挑战。那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嘛。那其实我的口袋里面还有 iPad mini。那关于 iPad mini 到底能不能画画、好不好用这件事情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就有详细的介绍了。我今天来寿司郎挑战的就是，我每拿一盘寿司，我就要用这一台 iPad mini。画完之后，我才能够去吃它，借此这样来让我自己的绘画功力就此大增。会来寿司郎的原因就是，它寿司的种类非常的多啦，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久一点，然后又可以画到很多不一样的食物。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次的计划，带着我们的 iPad mini 开始画画吧。对了，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很多人都问我说，我 iPad mini 啊、iPad Pro 啊是用怎么样的保护贴？麻烦去看资讯栏，那边有我常用的保护贴，那里面的话都已经是优惠的资讯哦，所以不用再问我。那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。好，拜拜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来点餐了。首先刚开始我不想要点画太难的东西，我想要先小试身手一下，来个握寿司好了，这个40块，小试身手一下，不知道看起来画的怎么样，这个挑战。目前画的是这样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很像上面放2块牛排，这就当做一个速写的练习机会。我呀要开动了，画完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下一道。玉子来了，微软军舰一样，在画完之前才能吃它。玉子烧我也画完了，我觉得画画就是这样，越练习会画的越熟悉。画现在我有点心得了，像上一张啊，它尾鱼的红色跟盘子的红色太接近了，所以画起来其实就糊成一坨。但这一次呢，玉子烧它是比较属于亮色的，这样的画起来相对起来方便很多。好啦，现在可以吃它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还没吃呢，就是这个军舰。刚好我朋友啊，他是先画这个，然后他就说军舰比较好画，因为盘子的颜色是灰色，然后上面的食物很鲜艳。那我们就画画看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，这是我画的部分。我只能说这一盘真的很好画，有红有绿，然后盘子又是灰色的，很快就可以画得很好看。好了，那终于可以，不要乱拿。画完之后再吃真的很爽。海胆。这3盘就是最后的3盘了，不是我不敢接着来，要我画几盘都可以。只是这个也要电力吗？这个也要电力吗 ？iPad 也要电力吗？口袋深度不够，希望大家有什么有趣的计划，欢迎找我。有钱赚的，我就会买更多的电池啦，好不好？先画海老。这是我画的天妇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
其实画到后面啊，会越来越上手。有一个东西会重复嘛，第一个是盘子嘛，第二个是米嘛。这一盘是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我快点把它塞到可花里面去。另外是给我太老师换海胆。这是我画的海胆海苔寿司。海胆啊，让我想到我之前啊当兵的时候是当海巡，然后刚好跟我同梯的呢，他们家就是在采海胆的，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我们的午餐跟晚餐都吃现剥的马粪海胆拌饭。完食，剩下最后一道，我觉得这个可以打马赛克，不然寿司郎会告我。哇，很生猛的味道，太腥了。对，太腥了。我们继续画下一盘吧，剩最后一盘了。大家可以感受到，就把旁边啊变成蓝色之后啊，中间那一个鲑鱼跳起来了。然后最后我要做一件事，把所有的寿司都放在一个大画布上面。再等我一下下，好喝。今天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吃了6盘，我们也遵守了，一定要画完才能吃。其实啊，8级这个挑战是我前几天才刚想到的。我其实蛮想要挑战街边小吃的，但是如果刚好不小心影响到人家做成，有点可惜啦。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并不是用餐时段，大概是3点多的时候来，周遭都蛮空闲的，所以才有办法让我们做稍微比较久一点点。那如果在用餐时段呢，那蛮建议大家，如果真的很想要画，那就拍照回去再画了，不要干扰到其他人。然后这边特别讲一下，我们刚刚啊在移动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有不小心打翻茶杯，店员很有耐心的来我们这边收拾之后，还有关心我们的旁边的人员有没有受伤啊，关心我们的设备有没有遇到怎么样的状况。我觉得这个给赞，西门中华店的史西龙赞。感谢他们店员非常的贴心，那也希望说这一支影片啊，可以让大家更愿意不是在家里画画，而是在各处都能够画画，享受画画的乐趣。在藏寿司那里画完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好奇，我在现场画的寿司是长这个样子，那如果我今天回家看的图，然后坐在书桌前面画的话，会是怎么样子？我一样的用 iPad mini 来画画看。这是铅笔稿，那我们接着就来上色啦。我今天在这边先看一下参考书，曾宇老师的画册，他应该有蛮多这种寿司类的插画啊之类的。有个蛮接近的。好，那我就看完了，放在旁边吧，就不要再看了。大概知道解题的方法是怎么样就好。海苔里面藏了一点点草绿色，深草绿色，让这边的细节再多一点点。不过啊，如果我是在现场，绝对是不可能用这个方式来去画图的。好，画完这个寿司的这个底色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再继续新增涂层，然后画鲑鱼卵。我再看一下下好了，呵呵。画图进步最重要的那个途径啊，其实就是看别人已经画过的东西，然后试图的自己也去画画看。有人会说什么，这就是抄袭吗？也还好吧。我看一下植物绘师们的这个画法，所以不要太害怕模仿练习。好，再来就是后面的小黄瓜。
然后接着小黄瓜里面有点暗暗像是紫的那些地方啊，做一点小点缀。然后我再回到鲑鱼卵来去做更多的细节。好，大概就先这样就好，这还是底色而已哦。那我们接着继续打光上影子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海苔的部分。好，接着是咱们的重点，鲑鱼卵啊，那个打光啊等等之类上影子，都是笔刷跟橡皮擦同时间2个去做互动的。那鲑鱼卵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它那个光，有些地方还可以再亮一点，逐步的去增加鲑鱼卵上面的细节。好，再新增涂层，剪裁遮罩。然后在这时候呢，我就直接用白色的啦。现在看起来，光是鲑鱼卵的部分就看起来漂漂亮亮的。然后我们再新增一个涂层啊，覆盖，染一点点红色的深色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甜美好吃啊。还有一些反光啊，可以趁这时候再做一次黄色的反光。好，我们鲑鱼卵的部分先做群组，海苔的部分也可以加亮颜色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接着就是小黄瓜啦，剪裁遮罩，然后将那个小黄瓜的暗面只有一点点而已画出来。或许我可以用个红色的影子，鲑鱼卵产生的影子可能是红色的啊，做点小细节试试看。电绘最方便就是随时随地要改都可以改。好，我们在这之间再新增一个涂层，剪裁遮罩，直接给它白色，然后把一些白光的地方稍微点一下，点缀合并，然后新增涂层。覆盖，然后剪裁遮罩，再新增一个涂层，然后也是覆盖，然后我们就可能用个铅笔吧，在寿司上面增加一些很像手绘铅笔的那种纹理。这个就是我们在家里完成的龟卵军舰寿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蛮不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就是很好奇啦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在现场画？一个游戏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在藏寿司极限挑战很有趣，很好玩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是想要画一张真的看起来很好吃，想要追求画面的完美的话，我就是会在家画。那你也想要跟我一样有随时随地带着一台 iPad 就能够画画的功力吗？我最近新出了一堂新的线上课程，叫做沙发上的插画课。那顾名思义呢，在沙发上带着你的 iPad 就可以轻松来学画画。每天30分钟学了一个知识点，3周的时间就可以让你有随时随地想要画画的能力。我会先从描图开始，一步一步带着大家看着照片画。在描图的过程当中，我会跟大家分享线条的美感。再来是整个画面的构图跟细节，以及简化照片上面的能力。现在这个时间，只要输入优惠码，就可以立即折抵250元哦，把握一下机会吧，机会真的很难得，快点点选下面的链接去看看吧。当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，或许哪一天你就可以跟我一样，在藏寿司跟我一起挑战画完才能吃很有趣的游戏啊！无论今天在藏寿司画的，在家里画的，其实我都很喜欢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画画体验。画画开心最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糯米，如果有什么想要看的，欢迎在我底下留言啊！先这样，拜拜。